李渊作为大唐王朝的奠基者，是如何从一名7岁丧父的幼童，逐渐成长为太原道安抚大使，并以此为起点，开创一代王朝的？作为大隋王朝的皇亲国戚，他深受隋朝2代皇帝的恩宠，却为何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反叛之路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李渊的成长史及晋阳起兵的详细过程。李渊出身于北周的关陇贵族家庭，其祖父李虎曾是西魏的8柱国之一，北周建立后被追封为唐国公。父亲李炳是北周的柱国大将军，承袭了父亲唐国公的爵位，并迎娶了独孤信的女儿为妻，生下了李渊。李渊的外祖父独孤信更是外戚界的传奇人物，他的长女嫁给了北周的皇帝宇文毓，成为了北周的皇后。4女儿则嫁给了李渊的父亲李炳，唐朝建立后被追封为元贞皇后。7女儿独孤伽罗嫁给了隋文帝杨坚，成为了隋朝的皇后。于是独孤氏便成为了3个朝代的外戚，历史上实属罕见。因此李渊的出身非常显赫，独孤皇后是他的妻姨，比他小3岁的隋炀帝杨广是他的表弟。然而李渊幼年丧父，7岁的时候父亲李炳就病逝了，李渊便承袭了父亲唐国公的爵位，妻姨独孤皇后对他非常的关照。581年，杨坚代周称帝，隋朝建立，16岁的李渊被任命为牵牛背申，成为了皇帝的近卫武官。之后他又陆续担任过谯州和齐州以及陇州的刺史，逐渐在隋朝官场崭露头角。隋炀帝即位后，李渊的官职更是不断升迁，从荥阳和楼烦太守到殿内少监，再到卫尉少卿，逐渐从文官转向了武职。隋炀帝第2次征伐高句丽的时候，李渊在怀远镇负责督运粮草，结果杨玄感反叛，隋炀帝只能率军返回。杨玄感的叛乱平息后，李渊奉命前去镇守弘化郡，兼之官右诸军事。在此期间，他广交天下豪杰，但遭到了隋炀帝的猜疑。有一次，隋炀帝巡游的时候，让李渊前往自己的行宫，结果李渊因为生病没能去成，隋炀帝便问李渊的外甥女王氏说：“你舅舅怎么迟迟不来呢？”王氏回答说：“听说我舅舅生病了，所以没法前来。”结果隋炀帝却问他说：“是病得要死了吗？”李渊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恐惧，从此之后他便开始低调行事，并且故意饮酒放纵，收受贿赂，用自污的方式以求自保。615年，隋炀帝巡幸位于今天山西宁武县西南管存山上的汾阳宫时，任命李渊为山西河东卫府大使，命其剿灭活跃于山西和河东的起义军。李渊率军到达龙门，即今天山西省河津市时，遭遇了无端的叛军，双方便在霍邑即今天山西霍州市展开了激战。最终叛军被斩杀了10000余人，俘虏了6万多，首领无端战死。至此无端的起义军被彻底瓦解，李渊被升任为右骁卫将军。616年，突厥侵犯边塞，隋炀帝命令李渊和马邑的郡守王仁恭共同抵御，但是由于他们的兵马太少，李渊便选出善于骑射的士兵2000人，让他们吃住骑射，都仿效突厥，适应他们的生活和作战方式，采用机动作战的形式，伺机袭击突厥的大军，前后屡次获胜，使突厥人对李渊颇为忌惮。之后李渊被升任为太原道安抚大使，拥有升迁和废黜郡内文武官员、征伐河东兵马的特权。7月，隋炀帝南下江都，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，同时任命王威和高君雅为副留守，让他们监视李渊。此时大隋王朝遍地狼烟，各地的义军如火如荼，特别是翟让和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已经开始图谋东都洛阳了。因此副使夏侯端便劝他早做打算，李渊深以为然，对次子李世民说：“我身为唐国公，太原就是唐的所在地，可谓是天赐良机。但是骊山妃不除，突厥不和，我们是无法经邦济世的。”骊山妃是由魏刀和王须拔在河北易县领导的起义军。于是李渊率军前往雀楚谷，即今天山西介休市西南，击败了骊山妃在太原以南的部将真扎，稳定了山西的局势，接着便是稳定突厥了。不久之后，突厥的史毕可汗率军来犯，
李渊便派遣副留守高君雅和马邑太守王仁恭前去抵御，结果大败而归。隋炀帝得知后非常气愤，下令逮捕李渊，并斩杀王仁恭。李世民便趁机劝告父亲说：“我们应该随时做好起兵的准备。”然而过了几天，隋炀帝却另派使者赦免了李渊和王仁恭，于是李渊便没有立即起兵，而是继续做着起兵的准备。他在镇压义军的过程中，不断地招降纳叛，以扩充自己的实力。同时，派遣长子李建成前往河东结交英豪俊杰，次子李世民则在晋阳结交豪杰，网罗各种人才。晋阳县令刘文静觉得李渊有四方之志，便竭力结交，并与李世民暗中谋划起兵的事宜。李世民想将实情告诉李渊，但他担心李渊不听，于是他就找到晋阳宫的副监裴寂商议。裴寂便挑选了几名晋阳宫的宫女，让他们趁李渊醉酒之后陪他过夜。李渊醒后大惊，裴寂便将李世民的谋划告诉了李渊，并对他说：“我让宫女侍奉你，必定会遭遇诛杀。可当今天下大乱，若守小节，难免一死；若举一兵，必能成事。你意下如何呢？”李渊假装大怒，表示要将李世民治罪，但随后他却说：“我儿既已定计，那就这样办吧。”然而就在这时，马邑的阴阳校尉刘武周却突然发动了兵变。由于马邑遭遇饥荒，百姓积馁不堪，而王仁恭由于没有朝廷的命令，不敢擅自开仓放粮，引起了官员和百姓的不满。刘武周便率领数十名党羽冲入府衙，斩杀了王仁恭，自任太守，并开仓放粮，得到了当地官民的支持。为了立稳脚跟，他派遣使者表示要依附于突厥的始毕可汗。雁门郡的郡丞陈孝义和虎贲将王之辩得知后，立即率军征讨刘武周，并将他围困于桑前镇，即今天山西山阴县以南。刘武周则联合突厥共同抵御隋军，最终王之辩兵败被杀，陈孝义则逃回了雁门郡。接着，刘武周率军攻破楼烦郡，并攻占了汾阳宫。汾阳宫里有隋炀帝留下的诸多美女，刘武周为了得到突厥的支持，将所有宫女都献给了始毕可汗。始毕可汗非常高兴，不仅回赠了诸多的战马，并且封刘武周为定阳可汗。刘武周得到突厥的支持后，立即称帝，自称为天子。接着，他率军围攻雁门，陈孝义则犀利拒守，双方相持了100日，无法取胜。这时，陈孝义却被自己的部下张伦暗杀，并且举城投降了刘武周。随后，益州的叛军首领宋金刚也率领4000余人前来投奔，并将原妻休掉，迎娶了刘武周的妹妹为妻，使刘武周的声威更加的壮大。隋炀帝得知后大怒，立即派遣使者治罪李渊，并要求李渊前往江都受罚。李世民便再次劝说李渊起兵。然而没过几天，隋炀帝却再次派人赦免了李渊。这时，裴寂和许世旭等人纷纷劝说李渊起兵，李渊终于不再犹豫，正式下令准备起兵。首先，他以讨伐刘武周和防备突厥为名，派遣李世民和刘文静以及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等人四处募兵，仅用了不到1个月，便招募到了近万人。接着，他秘密派人前往蒲州，召回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。太原的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得知后，以诱骗李渊前往晋祠祈雨为由，准备暗杀李渊，向隋炀帝邀功。不料，他们的阴谋被晋阳的乡长刘世龙得知后，告知了李渊，李渊便以2人暗通突厥为由，将其逮捕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突厥的数万骑兵像是配合一样，真的前来围攻晋阳了。那么，李渊是如何应对突厥，并和突厥进行结盟的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